嗨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细语人生法轮大法神奇系列节目又和您见面了。那我们今天节目啊，为您请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呐、他在这个中国国内呢，也有很多这个音乐方面的历练。那目前啊，他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的电影配乐专业，哦，是吧？焦幸福，你自己给观众介绍一下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我叫 Joseph。毕业于美国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电影配乐专业。哇，好棒啊！非常知名的、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艺术音乐学院。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哈，这个修炼法轮大法，这可能是一个趋势了哈。非常多的年轻人，在我的采访过程中也发现是这样。那你是什么原因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呢？就是我记得是08年，年末。08年年末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得了一种病，叫做大叶性肺炎。哦，它那种病呢是很急性的，它一发病起来，它会持续的高烧不退，然后就那个肺会化脓坏死。当时我就得了这种病，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以为就是咳嗽，刚开始咳嗽。然后在宿舍里边呢，就是持续1个星期，连续发烧39度到40度。到后来，我的同学，当然我也上不了课了。那我同学觉得这好像也不太妙，就打电话给我父母，然后他们就把我送到医院了。送到医院，然后医生说：“你怎么那么晚才来呀？一周了之后才来，太晚了。”然后当时一拍片子一检查，我的肺部75%就化脓坏死了。哎呦，当时呢就到后面越来越恶化。这种病呢它是没有特效药的，它只能靠打这个药水呢，也是葡萄糖啊这种，只是把这个生命维持着，然后让自己的免疫系统、自己的免疫力把它慢慢的排掉，所以它的死亡率能够达到超过60%。到现在还没有什么特效药，这种大叶性肺炎。那后来你怎么样的呢？怎么恢复的呀？后来呢，就是当我很难受的时候，连呼吸就这么吸那么一点气的时候，就已经剧痛了，就已经呼吸不下来了。当时我就想，我20多岁，那我还没活够呢，你的人生不会就这么戏剧性的结束了吧？当时就挺不是滋味的，心里边。这时对周索夫的病情，医学已经没有回天之力，剩下的只有靠他自身的防御功能、免疫力来抵抗和排除入侵的细菌和病毒了。可是当时的他，呼吸已经极度困难，呼吸一下肺部就剧痛不已，他已没有任何的抵抗力。那等待他的又是什么呢？后来呢，我的女朋友还有她因为她全家人的修炼法轮功，当时我也知道有人跟我讲了真相了，所以我知道法轮功是被迫害的，但是当时我还没练。哦，那是什么时候呀？哪一年？08年的时候。2008年。对，2008年的时候，我当时没有练，但是我知道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了。因为就说到我女朋友吧，我女朋友和她的妈妈来到我的病床前，他们看到我这么严重了，所以他们就过来看我，他们就当时挺危险的，冒着那个环境，因为国内的迫害形势很严峻，所以因为医院是个公开的地方，那他们就不顾这个危险，
就跟我说，你一定要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这句话能救人，灵验，不需要你做其他的事情，你就念这句话。当时我很怕呀，感觉到好像有什么压力，我一直不敢念。他们就说你在心里面默念，你不用喊出来，你在心里面默念就成。哦，对。然后我就说，哎，默念那行啊，反正我默念没人听到啊，那我就默念，我就从早一直念到晚，不知道念了多少遍。因为人嘛，到了绝境之后，抓到一根救命稻草，那就不会松开了。就一直默念。然后我也不知道行不行，但是这是最后一招了。当时我也难受的不行了，很难受了，人就全身没有力，软软的，就躺在床上根本动不了。然后到晚上，在半梦半醒的这个状态，然后就觉得全身呢，就好像那个电视机的那个荧光屏，就没有信号的时候，那种没有信号的时候的那种画面，一个一个小金点，它是金色的，那电视机那是银色的那个，但是我这个小金点，然后就全身都好像在打仗似的，有被电的那样，觉得哎呀，好像被电的感觉。我说哪来的电呢？也没有电，我躺在病床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突然间看到身后出现一个2层楼那么高的巨大的金色的大齿轮，后来才知道那是法轮，一直在旋转着，还带有非常浑厚的转动声，发出金黄色柔和的光芒。便不由自主地将手伸了过去。当触碰到这个法轮的时候，我发现它居然可以穿透过去。于是呢，我就慢慢地将身体融进了这个法轮里。当进入法轮时，感觉从未有过的温暖，全身每一个细胞就像在春天来临时万物复苏的感觉，但身体却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、安静。就这样，他静静地感受着那种奇妙的感受，直到突然间，大法轮不见了，万籁俱寂。轻轻地睁开眼睛，肺部不疼了，呼吸也不困难了。就这样，他仿佛一切都是新生的。然后我就可以下床了。当时我就下床，我爸就吓一跳。我就说，哎，因为他陪床嘛，在医院陪床，他就说，哎，怎么你下来走了？然后我说，对啊，然后我就开始吐那个痰出来，就一碗一碗的吐了好几碗，黑色的那个浓痰，吐了就去厕所去丢，就这么吐，然后就病情马上好转，那肺就不那么难受了。然后第2天、第3天、第4天，直到1周之后我就出院了，就1周就出院了。对，然后那医生就觉得你怎么好这么快？
他们觉得怎么好的那么快？我当时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啊，就好的那么快。然后那医生就说，那出院了之后1个月之后要回来复查。一般得了这种大叶性肺炎，他那个肺部会化脓会积水，所以他会留下后遗症。一般都会有一个阴影啊什么，就会有后遗症。它坏死了嘛，它好恢复了之后，就像人那个有个伤疤，所以它会结疤的这种。那1个月之后回去一拍，整个肺部那个 X 光片子，它是全部是乳白色的，就是透亮乳白的。然后那个医生说是不是拿错片子了？然后这个是完全健康人的肺。没有吸过烟的健康人的肺哦，光洁透亮。对，光洁透亮那个肺，根本就没有吸过烟的那种，就很漂亮。他说：“哇，你怎么做到的？”这个就是大法的神奇。这仅仅是一例，然后还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情。哎呀，我想观众朋友，你听到刚才哈，焦师傅他讲的这个默念法轮大法好，改变了那个大叶性肺炎在医学上已经是没办法啊，就是有效的这个医药去治愈它。默念法轮大法好，他的身体就恢复了这样的健康，他真的不得不让人相信啊。对哦，然后说到这里，我就想起如今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武汉爆发的这个肺炎，所以我也想跟大家说，就是奇迹已经发生在我身上了。对，之前我不相信，但是发生在你身上呢，你不得不信了，是我亲身体验过的。那大家呢，这个也是很严重的肺炎吗？那武汉的爆发的这种非典型肺炎啦，这种，而且是没有办法确诊的。我就建议大家能够试一试，诚心念一下法轮大法好，真的奇迹就会发生。对，不只是念，而且你念了之后，你就知道了这个法轮大法是真的好，还是说像中共谎言宣传的那样，真假就分辨出来了啊。那好了，那非常感谢焦秀今天上我们的节目，把你这么好的这个人生故事分享给我们的观众。